과거의 불행한 역사를 딛고 온 국민이 대화합을 이루어 코로나19 확산과 그로 인한 범국가적 위기를 극복하고 미래를 향해 새로운 걸음을 내딛는 계기를 마련하기 위해 박근혜 전 대통령과 한명숙 전 국무총리를 사면 대상에 포함하였습니다.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获特赦出狱，知情人士形容博弈过程犹如007剧情，背后还有怎样的玄机？特赦前一天，朴槿惠推出新书，上市就被疯抢。朴槿惠的支持者会如何搅动韩国总统大选局势？5月将卸任的现任总统文在寅能否打破一卸任就入狱的魔咒？韩国选举局势逐渐演变成难以捉摸的激烈交战。作为一名来自韩国的大学教师，我长期观察韩国国内政治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我将一起来分析转型中的韩国政坛与中美韩关系。我是丁荣俊。韩国总统大选进入两强对决格局，文在寅同党候选人李在明民调领跑，在野党候选人尹锡悦曾是文在寅重要战友，亲手将朴槿惠送进监狱，如今与文在寅反目成仇，转投朴槿惠党派，竞争力究竟如何？朴槿惠面对政敌与弹劾仇家，会如何选择？又能否影响大局走向？半岛局势世界关注，两位总统候选人外交政策纲领相去甚远。李在明强调外交自主，数度将驻韩美军称为占领军；尹锡悦却为拉拢亲美势力，试图挑拨中韩关系。两位候选人个性张扬，会否导致祸从口出？韩国大选过后，中美韩关系又存在怎样的变数？2021年的最后一天，被弹劾罢免并度过4年零9个月囚禁岁月的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绝处逢生，与前总理韩明书等一起获得大赦，引爆了国际社会的舆论。当前韩国总统选举只剩下不到2个月的时间，在野党的总统候选人尹锡悦曾作为检察官亲手将朴槿惠送入监狱，如今尹锡悦更是代表朴槿惠的政党竞逐总统大位。那么特赦朴槿惠，文在寅除了担忧朴槿惠健康状况，是不是还有更多的政治考量？一位获得特赦的前总统对选举的表态，将如何影响韩国大选呢？ 과거의 불행한 역사를 딛고 온 국민이 대화합을 이루어 코로나19 확산과 그로 인한 범국가적 위기를 극복하고 미래를 향해 새로운 걸음을 내딛는 계기를 마련하기 위해 박근혜 전 대통령과 한명숙 전 국무총리를 사면 대상에 포함하였습니다.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31号零时，还在医院监外就医的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收到了赦免相关文件。随后，朴槿惠所住医院的监狱警员全部撤出，朴槿惠的出狱手续正式完成。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希望此举能够成为开启团结和解新时代的契机，并称朴槿惠入狱近5年，健康状况大幅恶化，希望各方理解特赦的决定。 朴槿惠也通过律师柳荣夏向文在寅政府表示谢意，并称将专心接受治疗，早日向国民当众致谢。2017年3月，朴槿惠因闺蜜干政涉嫌受贿868亿韩元（约5.23亿元人民币）等罪名被拘捕。按原先判决，朴槿惠累计刑期为22年，也就是说，如果剩余刑期全部服满，她将以87岁高龄于2039年出狱。 自入狱以来，朴槿惠数次以面容憔悴、精神状态不佳的形象现身。仅在去年，她就曾3次因病监外就医。去年初，朴槿惠因成为新冠确诊病例密接者，住进首尔圣母医院接受隔离观察20天。7月，她又因肩部术后复健和腰痛前往圣母医院接受治疗。11月22号，朴槿惠因肾病再被送往3星首尔医院接受治疗。 此外，朴槿惠还接受了牙科和精神健康医学科等治疗。此轮赦免朴槿惠等人是文在寅上任后第5次行使特赦权。根据韩国法律规定，特赦是总统的固有权利。出于团结民众的考量，总统会在大型节假日进行特赦。此举也成为了金泳三政府以来历届韩国政府的常规操作。 统计显示，金泳三时代的特赦多达9次，金大中和卢武铉时代分别有8次，李明博时代有7次，朴槿惠时代有3次。
不过，据韩国政界人士透露，朴槿惠原本并不在文在寅政府此次特赦名单内。有人甚至形容朴槿惠被赦免的过程如同007剧情一样，充满悬疑。因为在特赦令发布不到1个月前，去年12月7号，有青瓦台高级官员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文在寅已经决定不把正在坐牢的前总统朴槿惠和李明博列入特赦名单。然而，到了12月21号，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当天，韩国法务部赦免审查委员会开会审议初步特赦名单。参会的5名委员察觉，法务部部长在主持会议时拖拖拉拉。在同一时间，文在寅从监狱方面得到了一份医生的诊断书。该诊断书与此前大多数保外就医医师开具的区区10余字的诊断书不同，罕见的长达180余字，综合了牙科、外科、精神科等医院多个科室医生的总体意见，并在最后明确建议，应当对于朴槿惠采取必要手段。因此，在距离会议结束只有1个小时之际，朴槿惠被纳入了特赦审查名单中。此举引起了现场多名委员的反对。不过，韩国法务部赦免审查委员会只负责起推荐作用，最终拍板的还是总统本人。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朴槿惠，此次特赦对象中还包括了2位在韩国家喻户晓的重量级人物，其中一位是卢武铉时期的总理韩明书。韩明书历任韩女性部部长、环境部部长等要职，并于2006年4月至2007年3月担任总理，是韩国历史上第1位，也是迄今唯一一位女性总理。而另一位同样受到关注的人物是前统合进步党的党首、国会议员李时基，他在此次特赦中获假释。不过，假释不等于赦免，且其政治权利并未得到恢复，重返政坛恐怕是没有那么容易。李时基被认为是坚定的反美主义者，因被指控协助朝鲜颠覆韩国政权入狱。2015年，韩国大法院认定李时基煽动内乱罪成立，判其服刑9年。统合进步党也被宣布为非法，勒令解散。有观察指出，如果说朴槿惠是韩国保守势力的痛点，那么韩明书可以说是进步势力的伤口，而李时基案则是朝鲜半岛的意识形态对立在韩国的极端表现。文在寅政府此次特赦可以说比较均衡地照顾到了韩国政坛的各路人马。不仅是特赦了朴槿惠那么也包括特赦了这个韩明书和李时基。我想，这更多的是文在寅政府是出于给国民以一种这个要建立开放的、包容的政治格局的基本印象，就是他没有把特赦朴槿惠这个事情放大。也换句话说，这个让保守派无法去这个制造舆论，无法去攻击执政党出于政治目的而在一个敏感的时间里边去特赦朴槿惠。从这个角度来说，在舆论争夺上，实际上这对这个执政党是非常有利的。不过，尽管青瓦台宣称此次特赦是希望民族团结，但难逃争议。一方面，为了庆祝朴槿惠重新获得自由，连日来大批支持者们在朴槿惠就诊的3星首尔医院门口摆满了祝福的花环，有的甚至燃放爆竹、挥舞太极旗和应援棒欢呼。而另一方面，不少反对朴槿惠的民众对文在寅做出的决定表示十分不满。这些民众在青瓦台的请愿网站上上传了反对特赦朴槿惠的请愿，全国人民行动小组也在首尔举行了线下的公民反对朴槿惠大赦和谴责文在寅政府活动，发声要求总统文在寅对此事负责并道歉，逮捕文在寅一词甚至一度冲上了韩网热搜。据朴槿惠的律师日前披露，朴槿惠将在2月出院时亲自发表对国民讲话。有观点认为，由于韩国大选临近，朴槿惠挑选的发表讲话的时机值得考究。值得一提的是，出狱前一天，朴槿惠还出了一记奇招。去年12月30号，朴槿惠的新书《不是对谁都会心生思念》正式出版。新书封面是朴槿惠的一张旧照，照片中的她身着红色大衣，搭配红色围巾，霜雪落在肩头，低头浅笑。这本书主要收录了朴槿惠4年牢狱生活期间与支持者的书信往来。据韩国最大连锁书店1月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朴槿惠的新书成为新年第1周的销量冠军。另外，从各大书店对于读者性别的统计来看，男性读者的购买量更高，尤其是60岁以上的男性对这本书非常关注，在所有的购买者中占比超过了25%。
同时，60岁以上女性的占比也超过了10%，使得60岁以上老年购买者的占比最高。 자기가 뭔가 그 박근혜 전 대통령이 억울한 거를 한번 10분 이해할 수 있기를 바란다는 생각에서 책을 낸 것 같고 저는 거기에 또 좋게 생각합니다. 저도 그렇지 않아도 한번 책 사서 한번 읽어보려고 생각하고 있습니다. 그리고 또 이제 그 얼마나 분이 답답하시면은 책으로서 내서 자기 표현을 할까 그게 참 궁금했어요. 舆论普遍认为，此次发售新书的行为是预谋好的，是朴槿惠想重归韩国政坛的一个信号。因为在韩国政治圈有一个惯例，每当有政客想重回政坛，或者希望进一步拉抬自身人气，都偏好于以发售自己新书的形式扩大声势。值得注意的是，根据韩国相关法律规定，虽然朴槿惠将被剥夺前任总统的几项权利，但其职业选择，甚至包括被选举权都不受限制。这不排除朴槿惠痊愈后会以重蹈他进入政坛时的方式，通过参选议员回归。不过，在吉林大学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兼东北亚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郭瑞看来，出版新书的举动不能被视作朴槿惠重返韩国政坛的一个先手棋。毕竟，过去4年多的牢狱生活，已让朴槿惠对当下韩国政治生活感到心灰意冷。值得注意的是，书名的灵感来自于一位生活在韩国庆尚北道龟尾市仙山邑的一个支持者的来信。众所周知，龟尾市呢是朴槿惠的父亲韩国前总统朴正熙的故乡，因而呢此举被韩国舆论认为是具有非常明显的这个政治意义。但是这不意味着朴槿惠会义无反顾的重返韩国政坛，反倒是给人以一种悲凉的感觉，更多的是对生父深深的怀念，以及对包括家乡在内的支持者的一种敬意。某种意义上，一向以坚强和韧性示人的朴槿惠，似乎对政治已是心灰意冷。这在其新书当中，朴槿惠新书之所以大受欢迎，除了朴槿惠本身的影响力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即将举行韩国总统大选。目前2位主要竞争者分别是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和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前者出于文在寅所在的执政党，后者与朴槿惠同出一党派。由于尹锡悦曾亲手将朴槿惠送进监狱，如果朴槿惠决心复仇，那么将会加剧在野党的败局。反之，若朴槿惠呼吁政权交替，力挺保守阵营，大选局势将瞬间对在野党有利。可以说，朴槿惠的一句话就会动摇大选的局势。目前，整个韩国政坛都在就朴槿惠事件进行讨论分析，2位总统候选人对此却并没有任何回应。不少人猜测，他们正在紧急商讨如何应对该事件。从当代韩国的这个政治进程来看，被特赦的前总统基本上都会从此就过上政治隐居生活，不会再次抛头露面，也不会这个高调的介入政治生活当中。那么朴槿惠被特赦后，我想将会在一定程度上瓦解这个韩国保守派阵营的团结力和组织力，进而影响到当下韩国大选局势，而不意味着这个执政党就会轻松的赢得接下来的这样一个选举。文在寅又有新动作。1月11号，文在寅访问了庆尚北道龟尾市，并出席了2次电池阴极材料生产厂建设项目的奠基仪式。不过，有韩媒则注意到，文在寅出席本次活动，看似是为一个政府扶持的项目争取更多的曝光，可实际上，龟尾市是朴槿惠父亲朴正熙的家乡，这里也是保守派的大本营，更是当下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支持率最薄弱的地区。分析认为，如此来看，文在寅亲自造访庆尚北道，很显然是为了帮助执政党赢取更多的支持。特赦朴槿惠实际上为文在寅退休生活加上了一道保险，即提前缓和与在野党的关系，避免卸任后被清算。按计划，今年3月大选后，文在寅将于5月初卸任并搬离青瓦台。退休后的文在寅将每月获得1400万韩元，约合7.4万元人民币的退休金。虽然待遇优厚，但目前在世的韩国前总统都因为被查出弊案，没人能够领取这份丰厚的养老金。韩国相关法律规定，因弹劾下台或被判处监禁等刑罚的人，将不会获得包括退休金在内的大部分卸任总统礼遇。从1948年建国至今，韩国历经16届选举，共计有12任总统。除了在职的文在寅之外，前面11任总统无一能够荣退。也就是说，如果文在寅能安稳下台，他将成为首位能领退休金的卸任总统。我们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了3位嘉宾来共同在线解读，他们是韩国加图利关东大学荣誉教授李奎泰，同济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丁荣俊，以及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舆情与国际传播研究院研究员陈卓。2021年的12月31号呢，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收到了人生大礼，他与前总理韩明书一起获得了大赦。那3月9号，韩国就要进行总统大选了。那文在寅选择在这个时间点上特赦朴槿惠是什么样的考量？在韩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之前，就进行特赦呢，则是非常罕见的。除此之外呢，文在寅在这次呢只特赦了朴槿惠一个人，而没有特赦李明博。那它会引起呢在野党内部亲朴派和亲李派的之间的一个内斗。那加之朴槿惠自身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假如说如果是在监狱中朴槿惠前总统不幸去世的话，那对于共同民主党来说，我相信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那至于韩明书也出现在特赦名单里，我认为它更多是一种政治上的交易或者政治上的妥协。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韩国著名的反美人士激进派李时基呢，也出现在这次特赦的名单之中。我想这样子的一个现象说明，文在寅此次的一个特别赦免呢，可以说是均衡的照顾到了各个政党的利益。根据朴槿惠的律师披露呢，朴槿惠将在2月出院的时候亲自发表国民演讲。为什么朴槿惠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做一个全国性的讲话？他对韩国总统的大选会有什么样影响？而目前朴槿惠在韩国政坛他的影响力还有多大？他弹劾的那个时候下台的时候呢，支持率大概12%，然后呢，最近还看到给他写信的大概8万多的这个民众。但是12%这个呢，影响力蛮大的。韩国的这个特别是年纪大的人，这些人都是对这个朴槿惠的同情的这个感情是很浓的。所以呢，起码的如果12%他可以左右的话呢，他可以这个左右选举，绝对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看这个2月初大概出院的时候，他已经说了嘛，他要表态，这个他的那个对于老百姓的一个表态。但是这个表态当中，是不是有句话，有个单词给这个尹锡悦的这个抱怨呢，或是不利的话呢，那整个选举会影响。韩国舆论普遍认为呢，文在寅选择在这个时候特赦朴槿惠，也有为他接下来的这个平稳卸任做一个铺垫。那李奎泰先生，您觉得这个文在寅他能够打破青瓦台魔咒吗？后任者清算前任的这个是不是一般的普遍的惯例，但是也不是特殊的。比如说，如果后人的这个整个舆论对他这个没有稳定的话呢，他可能把前任总统来当作牺牲品。现在目前的韩国的国会的这个议席的分布是现在执政党绝对这个优势的，所以如果是尹锡悦当选的话呢，那就是情况严重了。那真的韩国的国会如果现在占多数的这个现在的执政党以后这个变成在野党的话呢，那怎么情况我们都可以想象的。所以呢，说李在明当选也有可能，尹锡悦当选也有可能。2022年就这一年呢，不太稳定的。去年11月5号，尹锡悦成功当选韩国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自此，他与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正式进入韩国总统两强对决，冲击在3月9号决出的总统宝座。实际上，由于在目前的总统候选人当中，没有一人拥有绝对压倒性优势，当前各大政治势力摩拳擦掌，甚至为了赢取有利局面，互相爆黑料，导致韩国大选再现选举乱象。再加上朴槿惠被特赦，会否复仇当年弹劾自己的前检察官尹锡悦，值得关注。尹锡悦如今民调落后，又刚刚解散了竞选团队，会否一蹶不振呢？一起来洞察关键。据韩联社报道，韩国盖洛普1月7号发布的下届总统人选支持率调查结果显示，李在明以36%的支持率领先于尹锡悦的26%，两人支持率差距达10个百分点。 세계 최초로 기본소득을 지급하는 나라, 기본주택, 기본금융으로 기본적 삶을 지켜주는 나라를 만들겠습니다. 韩国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今年58岁，出身草根，家中有7个兄弟姐妹。小学毕业后，他便出来打工。
当时因为还没到法定年龄，他只好拿别人的简历找工作，用假名字上班。在工作中，他还曾不幸被机器压到左臂，落下了6级残疾。但李在明没有就此放弃他的求学生涯。他在18岁时考取了韩国中央大学法律系，并获得奖学金。随后在25岁通过司法考试，成为一名律师。2006年，李在明开始从政。2010年，他成功当选京畿道城南市市长，并在4年后赢得连任。2018年，他在卸任京畿道城南市市长之后，担任京畿道知事，直到去年成为总统候选人才卸任。不过，这并不是李在明第一次竞选总统。2017年1月23号，李在明宣布参选总统。当时，他将发布会选址在京畿道城南市中院区上大院洞东方双狮手表工厂，这是李在明少年时期打工的地方。李在明当时就宣称，他将成为大韩民国第1个工人出身的总统。李在明带着草根标签，积极为自己打造亲民人设，并在担任市长期间参与录制热门综艺。 저의 거의 대부분이라고 할 수 있는 김혜경 제 아내입니다. 26년간 같이 산 저희 남편 이재명입니다. 엄청 과식적이야. 打呼、赖床，被妻子哄着起床，慢吞吞吃早饭，再穿上西装出门上班。李在明在综艺里与妻子的日常互动，收获了很多粉丝。幽默、直爽、顽皮成为了李在明的标签。他甚至在节目中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我成为了总统候选人，就不会被邀请参加节目了吧？” 네, 이제 말씀을 들어가지고 내가 진짜 처음에는 제가 안 한다고 그랬어요. 한 넉 달 정도 뭐 고사하셨다고. 근데 기분 나쁜 거는 아니 제가 대통령이 됐으면은 절대로 이런 거 요청을 안 했을 텐데 이거 안 되는 걸 전제로 하는데. 当节目主持人问及李在明参加综艺的真实原因时，李在明坦言，外界对政治家的印象是锋利、狠、细心。言下之意是，他希望在节目中能够展现出另一面。不仅如此，李在明还善于与民众，尤其与年轻人打交道。他不仅时常出现在烛光集会、电视、广播之中，还频繁使用社交媒体。如今，他在推特上的粉丝数已经超过了61万。在本届总统选举中，李在明还注重听取青年意见，广泛争取年轻人的选票。值得一提的是，据韩民族日报1月6号报道，就在新年第2天，一名负责听取韩国各地提案人意见的30多岁男性，在共同民主党党内提议，抗脱发药物给人的经济负担太大，有必要纳入医保。该党的青年选举对策委员会采纳了这一意见。2天后，李在明将这一提议纳入了自己的竞选承诺当中，提出将脱发纳入医保作为惠民政策。此举引起韩国网络热议，尤其在脱发者社区引起了不小反响。一些网民表示，光是药费就几十万，想都别想，选他吧。不仅如此，共同民主党和李在明趁机造势。李在明本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15秒的短视频，说要拔了李在明吗？不，李在明是用来植发的。但并非所有韩国人都将这一提议视为惠民政策。有网民表示，在韩国医保尚未实现重症疾病医疗费用全覆盖的时候，把美容整形事项纳入医保是不可接受的。还有人认为，这只会加速医保枯竭，是一种给自己拉票的行为。目前身在韩国的北京大学在读博士留学生徐秀珍就观察到，韩国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有脱发困扰，因此李在明可以说是投民众所好。无论是在新闻头条上，还是各大知名阅读网站的平台上，也不断出现脱发这一关键词。尽管目前李在明选情势头向好，但在去年11月中旬时，他的支持率还落后于对手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尹锡悦将近10个百分点。尹锡悦今年62岁，父亲是私立名校延世大学统计学教授。他在1979年考入首尔大学法学院，经历9次失败，终于在1991年通过司法考试。随后在1994年进入检察系统工作，给大众的印象是作风正派。在此次竞选总统之前，尹锡悦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可以说是调查朴槿惠亲信门。在2016年朴槿惠亲信门爆发后，尹锡悦被任命为调查团队组长，领导20名检察官进行调查。
2017年，在文在寅上台后的第9天，尹锡悦就被任命为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检察长，主要负责对文在寅主导推进的击毙清算问题进行调查，坐镇指挥调查朴槿惠亲信干政门、李明博贪腐案，将2名前总统和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等人送进监狱。基于尹锡悦在调查中的突出贡献，2019年6月，文在寅将他提拔为检察总长，并在递交任命书的时候，将尹锡悦亲切称为“我们的尹总长”。但是，由于反对文在寅旨在削弱检方庞大权力的检察机构改革，尹锡悦与时任法务部长邱美爱矛盾激化，与文在寅也渐行渐远，并在去年3月辞职，随后加入了朴槿惠之前所属的政党国民力量党，宣布竞选党内总统候选人。 기쁨보다 엄중한 책임감과 정권 교체의 무거운 사명감을 느낍니다. 尹锡悦在当选总统候选人之后表示，将重新树立公平正义，团结国民，重启经济增长引擎，加强弱势群体福利，建设文化强国，加强创意性教育，以及构建稳固的安保体制，根除强大的腐败集团，推进政治改革。 在竞选策略上，尹锡悦主打反文在寅牌，称文在寅政府妄想继续掠夺国民，认为其从住房政策到拖核电政策都是暴行，是在拿韩国的未来做赌注。尹锡悦敢于与文在寅政府对抗，为他吸了不少粉，由此他成为了2022年大选热门候选人。 由于此前调查朴槿惠亲信门，尹锡悦在党内多少有些尴尬，并且朴槿惠至今仍在韩国某些区域拥有一定人气。有观察就分析，与文在寅反目的尹锡悦或许想与朴系冰释前嫌，从而争取选票。去年9月17号是朴槿惠父亲朴正熙遭暗杀42周年的纪念日，尹锡悦还特地高调去参拜了朴正熙的故居，象征意义极强。 在他加入的这个朴槿惠这个主战的这个政党之后，实际上他很难跟朴槿惠做出完全这个清晰的切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给人一种就是这个知恩图报的感觉，可能比这个完全跟朴槿惠去切割，可能对这个尹锡悦竞选可能是更为这个有利。 但是从这个未来的角度来看，也很难说尹锡悦将会这个就此与这个朴槿惠冰释前嫌。虽然说在朴槿惠释放之后，那么尹锡悦也公开表示了歉意，但是从绝望当中再生的一个强韧的前总统朴槿惠来说，可能这并不是一个必须和必要的。那么未来这个尹锡悦还会不会就借助朴槿惠牌实现这样一个有力的转换？我想这可能是值得高度关注的。不过近期尹锡悦的丑闻一桩接着一桩浮出水面。先是其岳母骗保，在去年7月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随后是去年10月，尹锡悦在出席电视讨论会时手心惊现王字，引发了巫术争议。而对尹锡悦打击最大的丑闻是，他的妻子金建熙卷入了履历造假风波。去年6月，一份尹锡悦的 X 档案在网上疯传。据悉，这份档案详细记述了尹锡悦的成长经历，以及围绕其家人的各种质疑。 그런 검증은 어떤 합당한 근거와 그 팩트에 기초해서 이루어지는 것이 맞다고 생각하고. 去年12月，韩媒爆料，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在2007年及2013年申请大学教职时虚报个人经历和获奖成果。 金建熙2007年向水源女子大学递交的特聘教授应聘书显示，其从2002年3月开始担任韩国游戏产业协会策划组的策划理事，但实际上，韩国游戏产业协会的成立时间是在2004年6月。简历中还显示，金建熙曾在2004年首尔国际漫画动画节上荣获大奖，经核实，获奖者并非金建熙。 金建熙在提交这份简历后，获得了兼职教授职位，并工作了11个月。在媒体的深挖下，金建熙不得不承认了这些指控。那此次韩国大选可以说是乱象频发，那舆论甚至称之为史无前例的厌恶感大选。我们注意到很多年轻人呢，甚至提出要换掉目前的这个候选人。那李先生，您怎么来看这样的现象？韩国的过去的70年当中之前的很多选举呢。 都出现过这种的乱象，特别是为了拿高中间选民的票，丑化、魔化对方候选人的各种的方法。比如说金大中跟这个李培强，1997年选举的时候呢，
当时的这个最后结果呢，差就是1.5%，差很少的。然后呢，当时这个金大中这一边，这个精神团队提出来了，说李会长这个他2个儿子，当时李会长还有领先的，李会长2个儿子，这个做当兵的，兵役问题上他有作弊的，他就没有当兵的意思了，作弊来没有当兵。然后呢，这个新闻吵了很乱，很厉害的。然后呢，这个影响了选举的结果，就是李会长输掉金大中，这个大概1.5%，金大中当选。后来呢，这个新闻问题到法庭去，结果呢，就是最后判定为这个事实上没有这种黑事，但是呢，已经金大中当选，就改变不了这个情况。尹锡悦的个人履历也是非常的值得关注。那我们知道他是当年朴槿惠亲信干政门的检察总长，当时呢，他跟这个现任总统文在寅的关系非常的好，在跟文在寅反目之后，转身投入到了这个朴槿惠所在的保守派阵营。陈女士怎么来看他的选择？我认为从尹锡悦个人的人生沉浮来看，他本身就不是一个从一而终的人。那在不同的时期，他都有不同的生存的战略，所以他可谓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标准的政治家。那比如说尹锡悦在文在寅任上呢，曾经是韩国的检察总长。那其加入国民力量党之后，宣布要竞选总统时，那打出的旗号也是反对文在寅政府。所以可以说，尽管在朴槿惠弹劾乃至获刑的这个过程中，作为检察官的尹锡悦呢，担当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政治家的尹锡悦一定要坚持继续走反朴乃至反对保守阵营的道路。那相反，早在去年8月，尹锡悦就已经提出来了要去特别赦免朴槿惠总统的这样子的一个提议，来淡化自己的过去，博得保守民众的支持。此次韩国大选的2位最热门候选人李在明和尹锡悦，在针对外交问题上态度迥异，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2人都言辞犀利，口无遮拦，常常引发舆论争议。作为执政党的候选人，李在明多次表达对驻韩美军的不满，而作为在野党的候选人，尹锡悦则为了攻击执政党，不惜拿中国说事儿。这2位潜在的总统接班人的行事风格究竟是本性使然，还是为了选举哗众取宠？文在寅执政时期对于韩中韩美关系的处理都十分谨慎，韩国政局的变化又是否会打破中美韩关系微妙的平衡呢？来看短片。对于北京冬奥会，韩国政府早先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发起的所谓抵制冬奥的行动。2021年12月30号，李在明在一次记者会上也再次表达了他的立场，称如果我们看美国脸色，可能做出错误决定。李在明指出，韩国政府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量做出上述判断，切合实际。针对中韩关系，李在明强调，韩国和中国在经济上关联度很高，中国又是韩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的战略合作伙伴，因此首尔不能忽视与北京的关系。1月3号，李在明在自己的大本营京畿道光明市举行新年记者会，表示要求在美中之间2选1的想法非常危险，韩国完全可以作为堂堂正正的全球一份子主动发声，成为要求选择而非被选择的一方。实际上，李在明对于美国和日本的态度一直都不太客气。去年7月，李在明在一次公开发言中表示，韩国政府在成立过程中没有对亲日势力进行清算，是亲日势力得以与美国占领军合作，维持了原来的统治体系。这场原本是围绕历史问题的争论，演变成了一场政治论证，引起了巨大争议。日本媒体纷纷给李在明扣上对日强硬的帽子，部分韩媒评论也认为李在明此言得罪了韩国唯一的盟友美国。但是李在明坚持表示，美军也曾自称为占领军，要求批判者先学好历史。到了11月，李在明再次在记者会上谈起驻韩美军的问题，态度有所软化。他称，虽然当时的美军是占领军，但1948年大韩民国政府宣布成立后，驻韩美军应该被定性为联军。
但是随即他话锋一转称，他认为韩国国民普遍反对维持现行军事体制，美军有必要尽早向首尔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当天，李在明还对韩美日三边联盟表示反对。他称，只有在彻底解决与日本的领土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双方可以永久和平的交流的前提下，韩美日联盟才有可能。李在明在2017年参加韩国总统竞选时，还曾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在韩国部署美国导弹防御系统萨德。他在2017年出版的自传性随笔中，将萨德入韩与日本侵略军相提并论。李在明所在的选举对策委员会表示，李在明将走向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实用外交，就是充分发挥灵活性来最大化地实现国家利益。作为在野党的候选人，尹锡悦在政治立场上处处与执政党唱反调。他认同日本向太平洋倾倒核废水，而且认为萨德系统是韩国的内政，不应受到干涉。尹锡悦看准了文在寅政府对韩中关系的重视，故意拿中国说事儿，望借此吸引对本届执政党好感低的群体。2021年7月15号，刚刚宣布参选2周多的尹锡悦接受韩媒采访时，发表只有韩美关系巩固了，中国等其他国家才会尊重韩国。拜登政府下定决心要用尖端技术打压中国，韩国如与美国背道而驰，就难以正常展开国际商贸活动等言论，引发巨大争议。对此，中国驻韩大使邢海明7月16号在中央日报发文回应尹锡悦，阐明中方立场。他表示，中国尊重韩国的外交政策，清楚韩美同盟关系，但韩美同盟不能损害中国的利益。中韩建交已近30年，中韩关系并非韩美关系的附属品。去年12月28号，他在出席由韩国美国商会举办的论坛活动时发言称，韩国领导层对中国的倾斜政策打破了以前的外交平衡。尹锡悦称，韩中两国对彼此抱有好感，文化等各领域合作也取得了不少成果。政府试图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扮演调停者的角色，但这以失败告终。他说，这种政策造成了韩国年轻人不喜欢中国的局面。他还称，中国的年轻人也不喜欢韩国。这些言论引发执政党痛批。执政党共同民主党选举委员会发言人姜善娥当天评论说，尹锡悦嫌每天一妄言不够，现在还把妄言越过国境，不知道他是勇敢还是无知。近1个多月来，尹锡悦的民调遭遇滑坡，党内重要人物也因他的口无遮拦而纷纷要与其割席。1月5号，他宣布解散党内竞选团队。随后，尹锡悦宣布了新竞选团队的人事安排。本党国会议员全宁市将出任尹锡悦选举对策本部长。全宁市与尹锡悦一样，同为检察官出身。值得注意的是，他曾于2013年至2015年期间担任韩国驻华大使，对华态度友好。2020年，全宁市当选新一任国会议员，并随之接受了中国媒体的采访。한 2년 동안 제가 대사 생활을 했는데 뭐 전반적으로 다 아주 즐거운 날이었고 다 추억에 남는 에피소드거리였었습니다. 全宁市的履历中还有一个亮点，就是他曾担任朴槿惠竞选团队的负责人。2012年，朴槿惠以执政党候选人的身份，率先抛出了经济民主化和福利等一系列往往由在野党提出的议题，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在大选中获胜。这让朴槿惠被韩国媒体封为选举女王，而她背后的策划者全宁市则功不可没。有分析认为，尹锡悦选择有外交官经验的全宁市担任新竞选团队负责人，表明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在外交政策方向上走偏了，想借助全宁市的丰富竞选经验来扳回一局。他试图通过任命全宁市来作为传以视线的策略，全宁市可以拉拢亲朴势力的保守层的选票。值得注意的是，韩国作为维护东北亚局势稳定的重要国家之一，长期以来的外交政策目标是与中美2个大国都保持较为良好的关系。然而，美国显然不希望也不尊重韩国保持中立。近期，美国国际政治学界学者米尔斯海默在接受亚洲媒体采访时妄称，中国越是强大，韩国的安全威胁就越大。
美韩同盟越是亲密，中国越是施压，韩国不如彻底倒向美国。我们也需要加大关注，就是韩国处理同中美两国关系的根本出发点仍然是以韩国国家利益为主。问题在于外部环境总是要求韩国做出某种选择，这就给韩国外交造成困境。韩国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而韩国有足够能力提出新的道路。鉴于此，对于未来谁将入主青瓦台，美国似乎格外关心。早在去年11月10号至12号，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在访问韩国期间，就已经与2位韩国总统候选人分别进行了会面。分析人士表示，今年的选举结果将决定韩国如何在美中之间维持平衡，以及韩国如何在朝鲜问题上与美国协调。我们梳理2位热门总统候选人李在明和尹锡悦近期的言论呢，可以看出，李在明相对来说在对华和对美的态度上比较中立，他强调说韩国不应该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而尹锡悦则是数度发表过对华不太友好的言论，也被认为是碰瓷中国。怎么来评价这2位总统候选人在外交上的思路差异？尹锡悦是保守政党的候选人。保守政党基本上对不同的政治体制有认知偏差，并对中国崛起存在恐惧，这些内外因素将对其对华政策起到作用。相反，像李在明等进步政党候选人对中国的政治体制的包容度较高，甚至会认为中国是比美国和日本更重要的邻居。目前，韩国外交最重要的议题是半岛无核化，保守政党传统上通过加强韩美同盟，遏制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能力，通过加强对朝经济制裁，试图将朝鲜拉到谈判桌上的倾向很强。相反，进步政党倾向于与中美保持紧密合作，通过对朝鲜的接触解决核问题，创造韩半岛和平。因此，除了政治体制和崛起的中国这一内外变量外，解决朝俄问题的路径上的差异决定了总统候选人最终会更倾向于中国还是美国。由于最近尹锡悦他的这个民调下滑，因此不得不解散了他的竞选团队。而新启用的这个选举对策本部长全宁市有2个履历，非常的值得关注。一个是他曾经担任过驻华大使，第二个呢就是曾经是当年朴槿惠竞选团队的一个负责人。李先生怎么来看他的这个安排？这个全宁市他在大使的时候呢，朴槿惠初期中国跟韩国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啥的问题呢？全宁是大使下任之后发生的。我们搞中国关系怎么是才走路？可能是全宁是目前政治人物当中比较清楚的人。所以如果是尹锡悦当选的话呢，他就是可以稳定中国跟韩国关系上，他发挥可能是比较大的这个影响力。而且他可能如果是尹锡悦这次选举当中赢的话呢，他是最大的功臣之一，他就尹锡悦政府里面的这个扮演的角色可能很大的。作为进步派的文在寅，一直以来都被保守派指责说他亲中国，而且韩国舆论最近也关注到，在韩国国内目前确实有一些民粹主义的情绪在上升。您怎么来看韩国国内的这个保守派在这方面的一个炒作，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遗憾的是，在过去的几年里，韩中民间相互好感度有所下降。韩国的在野党及其支持者似乎对中国的崛起造成的国力差距的扩大有较强的威胁认知。年轻人之间与中国问题相关的民粹主义正在逐步高涨。这一趋势跟30到40岁以上的一代从经济机会的角度认识中国，或者在熟悉反美情绪的时代中成长的40岁以上的人，对中国更具包容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任期间呢，韩中关系和韩美关系总体上保持着较为良好的一个状态。那近年来呢，韩国不断的在强调，在处理与中美2个大国的关系当中，韩国应当首先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而不是被迫的选边站。那对这样的一个外交理念，究竟该如何评价？那此次大选结果会否影响未来的韩中美3国关系呢？韩国跟美关系是70年的
军事同盟关系，所以呢，现在两国关系是非常稳定的。那中国跟韩国关系呢，我们说了就是那这30年关系呢，全世界任何双边国家关系没办法被比较的速度发展的。我们两国关系呢，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然后这个中美跟美国关系好的时候呢，韩国跟美国、韩国、中国关系都好的。那现在中美关系出现这个严重的摩擦之后呢，韩国就出现了选战边的问题。中美关系摩擦没有停，韩国的这个选战边的这个争论一直可能下去的。因为没有一届政府能够做到忽视自己在军事、安保、经济上的利益，而去和中美刻意的维持一个等距离的外交。那我想此次大选无疑会对未来的中美韩三国关系产生重要的一个影响。目前李在明与尹锡悦都强调了美韩同盟作为全面同盟的一个重要性，也都表达出来了不希望韩国继续做夹在中美竞争中无法脱身的这样子的一个困境的愿望。因此下一届韩国政府如何在中美韩这样子一个三角关系中走钢丝呢？我想是值得我们大家拭目以待的。